火山口处，8道身影矗立在高坡之上，隐隐间有着许些争吵声传出。我说你们也都别再吵了，名额只有8个，而我们这里却有着9人。按我来说，就按照实力等级排名便可，实力最弱者自动退出，如何？一名眉宇间看上去略有些阴冷的白衣男子，目光扫过众人，最后顿在了纳兰嫣然身上，嘿嘿笑道。听得他这话，其余几人神色却是一动，但却并未开口。而至于当事人的纳兰嫣然，则是黛眉微微一蹙，玉手抚摸着怀中的白虎，声音平淡的道：以我的实力，要达到这里的确挺困难，但既然他辛苦将我带到了这里，我自然不可能主动退出。萧炎能让我主动退出，但你却是不信。借人之力而已，算什么本事？为了天山血潭成为别人的禁鸾，任人玩弄，可不划算啊。白衣男子冷笑道。对于场中的争吵，凤青儿、穆青鸾等4人倒是未曾参与，以他们的实力，也无人敢将话头转到他们的身上，因此皆是将目光投向火山口之内。听得白衣男子这般刻薄话语，那蓝嫣然俏脸瞬间变得冰寒了下来，雄浑斗气迅速自体内暴涌而出，然后美目喷火地盯着前者。然而还不待他出手，一只手掌便是轻轻搭在了他香肩上，那道令得他心安的微笑声便是再度传来。看来似乎谈的并非是很好啊。听得这道声音，即便是凤青儿4人也是迅速转回目光，盯着那站在那蓝嫣然身后的萧炎，眼中有着许些奇异情绪。我来吧。萧炎冲着那蓝嫣然微微一笑，然后缓步走出，目光望向那名白衣男子，脸庞上的微笑透出一抹冰冷之意。你认为他退出比较好？在萧炎出现时，那白衣男子脸色便是变得有些不太好看了起来，但在众人注视下又不能退缩，只能硬着头皮冷笑道：他本来便不是凭借真实实力到达的这里，难道不该他放弃名额？还有其他人也这般想。萧炎偏过头，目光缓缓地扫过众人，轻声道。对于萧炎那隐隐间透着丝丝危险气息的眼神，凤青儿等人倒并未说什么，而至于其余2人更是不敢与其对撞，当下居然是无人回话。名额只有8个，可我们这里却有9人。那白衣男子见状，嘴角不由得一扯，冷喝道。萧炎微微点头，脚步轻轻朝前一跨，一道闷雷声响起，残影浮现，而其身形却是如鬼魅般的出现在了白衣男子面前。对于萧炎，那白衣男子一直便是保持着警惕，因此在雷声响起的那一刹，脸色便是猛地一变，身体迅速后退。然而其脚步刚刚退出一步，一道身影便是如枯骨之躯般紧随而至，风雷般的一拳撕裂空气，如闪电般的狠狠轰击在根本来不及防御的白衣男子胸膛之上。噗嗤，一口嫣红鲜血直接喷出，白衣男子身体倒飞而出，旋即重重的撞击在一块巨石之上，碎石顿时四溅。现在只有8个人了。身影闪现，萧炎目光淡漠地望着那道软瘫而下的身影，缓缓的道。突如其来的变故也是令得场中众人一惊，待得他们回过神来时，却只是见到那瘫倒在地的白衣男子。当下除了凤青儿等4人外，其余等人皆是心头泛起一股寒意，望向萧炎的目光中也是多了许些惊惧。白衣男子全身瘫软的躺在巨石之下，身体之上布满着血迹，身体忍不住的有些抽搐。萧炎先前的那一拳虽然要不了他的命，但却是直接令得他失去了移动的能力，以他那勉强达到7星斗皇的实力，根本就不可能硬接下萧炎的一拳。目光淡漠的扫了这家伙一眼，萧炎缓缓转过身，脸庞上的冷意迅速消融，冲着众人微微笑了笑，轻声道：现在名额刚刚好吧？凤青儿目光冰冷的在萧炎脸庞上扫了一圈，冷笑道：你倒还真是霸道的很呐，我风雷阁行事怕都是比不上你。对于凤青儿话语中的许些嘲讽，萧炎却是一笑道：弱肉强食而已，不过比起风雷阁的霸道，我倒还的确是有所不如，一次性便是能够出动好几名斗宗强者对我进行围剿，这等大手笔也还真寻不出来多少。若非是天山血潭即将出现，我倒是很想试试，在这天目山不借助外力支柱的你能达到何种程度。凤青儿眼眸中寒芒闪动道：凤小姐想试的话，随时都可以。萧炎淡淡一笑，那般风轻云淡般的模样倒是看得凤青儿火冒三丈，不过在看了一眼火山口之内后，却是只能压下心中的怒火。天山血潭即将凝现，他必须抓紧时间进入其中，然后以最快的速度吸收血潭之内的奇异能量。天山血潭之内能量有限，多吸收一点是一点，说不定正是这么一点，便是能够决定突破斗皇层次的成败。见到凤青儿不再多嘴，萧炎也是不再理会他，缓步走至那蓝嫣然身旁，笑道：没什么事吧？怔怔地望着那张微笑的脸庞，突然之间，那蓝嫣然突然感到鼻尖有些发酸，这种被一个男人保护的感觉，似乎与云韵给他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踏实而安稳。在这道削瘦背影之后，他似乎能够彻底的放稳那颗心。然而，理智却是告诉他，这种安稳的享受只是会存在极短的时间，或许离开了这天目山，便是得消失。想到此处，那蓝嫣然唇角便是不由得掀起许些自嘲。原本这种感觉他能享受一辈子的，但是最后却是被他一手摧毁。我这算是自作自受吗？低不可闻的声音从那蓝嫣然嘴中轻轻传出，却是刚好落在身旁的萧炎耳中。后者脚步也是微微一顿，旋即便是与之擦肩而过，走上高坡。感受着走过的萧炎，那蓝嫣然紧咬着贝齿的红唇，不由得再度用上了一些力度，缓缓转过身来，望着那道背影，刚欲说话，一道惊雷炸响，却是猛地从天际云层之中传下。突然出现的惊雷声音，也是令得在场众人一惊，抬起头来，却是见到天空上那五彩能量潮汐居然停止了扩散，一个巨大的五彩漩涡出现在了火山口上空，缓缓旋转间，萧炎等人能够感受到一股极为可怕的磅礴能量正在疯狂地对着天空上凝聚而来。血潭要出现了吗？见到天空上的这般异变，萧炎一行人眼中也是涌现一抹喜意。随着天空上巨大的五彩能量漩涡出现，这片天际的能量也是变得剧烈波动了起来，一股股能量宛如五彩匹链般源源不断地灌入漩涡之内，令得其旋转速度也是随之加快。伴随漩涡旋转速度加快，一股飓风也是凭空出现，呜呜的在山顶之上肆虐，飓风犹如刀锋般刮过山顶，直接是在一阵嗤嗤声响中，在一些巨石之上留下手臂粗壮的裂缝。雄浑的斗气自萧炎等人体内暴涌而出，而他们的身体却是犹如磐石般的站于高坡上纹丝不动。能够走到这里的人，大多都算是中州北域年轻一辈中的佼佼者，自然是没有什么弱手。天空上能量漩涡的面积越来越大，其中所蕴含的能量也是越来越恐怖。某一个瞬间，其旋转速度终于是逐渐变得缓慢而下，旋即漩涡微微一顿，漩涡中心处一道强光陡然爆发。砰！突如其来的强芒几乎笼罩了整个天幕山脉，这一刻，那弥漫山脉的浓雾居然都是在这光芒之中变得稀薄了下来。在强芒出现的那一刹，能量漩涡猛地一颤，旋即一道足有几十丈庞大的五彩能量柱，犹如能量炮般，砰的一声自漩涡之内爆喷而出，而其目标赫然便是直指下方的火山口。在如此可怕的能量光柱之下，萧炎等人脸色也是微变，身形急忙后退。轰！光柱速度极为迅猛，仅仅一闪之间，便是狠狠地落进了庞大的火山口之内。旋即，一道庞大的气浪顿时席卷而出，一时间，火山口周围的怪石顿时纷纷爆裂而开。萧炎等人脚掌插着地面，退了将近10多米，方才缓缓稳住身形，望着那转眼间变得空空荡荡的山顶，不由得抹了把额头上的冷汗。抬眼一望，只见得火山口处居然已经被浓郁的五彩光芒所弥漫，一股浓得令人震惊的雄浑能量荡漾在其内。现在便是进入天山血潭的最佳时期，动身吧。金石的身影从远处飘飞而来，最后徐徐落下，在其身后有着2头体型颇为巨大的是金属。而随着他这话落下，凤青儿等人眼中顿时掠过一抹难以掩饰的迫切，身形一动，几乎是各自将速度施展至极致，化为几道光影，闪电般的对着火山口之内飞掠而去。萧炎瞥了一眼那些狂冲而出的凤青儿一行人，心中不由得嘿嘿一笑，一把抓住身后那蓝嫣然皓腕，身形一动，也是迅速闪掠而出。记住，不要深入天山血潭之底，一进入其中便加紧吸收，这是一次难得的机缘。闪掠之间，萧炎迅速地对着那蓝嫣然道：“对于萧炎的拉扯，那蓝嫣然也不反抗，反而是轻轻地点了点头。你若是从天山血潭之内出来后，便不用再等我，我所需要的时间或许会很长。”萧炎身形一动，便是再度掠上火山口，随口说了一声，然后目光便是扫向火山口之内，当下眼中不由得浮现一抹惊叹。此刻那庞大的火山口中遍布着浓郁的五彩能量，看上去分外的绚丽，而最引人注意的莫过于那火山中心位置的那一显眼的红池。即便是相隔甚远，但萧炎等人依旧是能够看见，此刻的天山血潭之内已经是被一股看上去有些妖异的红色液体尽数充斥，在那里，萧炎感觉到了一股令人感到震惊的浓郁能量。那便是天山血潭吗？望着那妖异的血池，萧炎眼中也是浮现一抹炽热，看了一眼已经对着血池狂掠而去的凤青儿等人一眼，脚尖一点地面，也是拉着那蓝嫣然对着天山血潭暴掠而去。这个火山口面积极大，但以萧炎的速度也不过是半分钟左右的事。不过待得他赶到时，刚好是见到凤青儿等人扑通扑通的尽数冲进了血潭之内。瞧的这些家伙那猴急的模样，萧炎也是有些无奈，还好他的目标是血潭之底，不然跟这些家伙比疯狂，
那可就真是有些好玩了。天山血潭的面积约莫7、8丈左右，算不大太大，但容纳萧炎几人是绰绰有余。近距离的观看血潭，那股妖异感觉更是浓郁不少。那所谓的红色能量，看上去就与鲜血相差不多，粘稠而鲜红。血潭表面还会不断的泛起一些血泡，血泡爆裂，一股浓郁的血色能量便是徐徐散发而出，宛如烟雾般。果然不愧是能够助人突破瓶颈的神奇之地，这般惊人的能量汇聚，简直就是我生平首次所见，心中惊叹了一声。萧炎偏头对着纳兰嫣然笑道：“你也进去吧，虽说你未曾达到斗皇巅峰，但在这里面一泡，对你好处也是不小。”纳兰嫣然微微点了点头，将手中白狐轻轻抛在血潭周围，美目顿在萧炎脸庞上，低声道：“多谢了。你以后若是要找老师的话，或许可以去花宗。”话音一落，他也不待萧炎细问，身形一动，便是如一条美人鱼般径直跃进血潭之中。花宗，那所谓的两宗之一。望着纳兰嫣然消失在血潭内的倩影，萧炎也是一怔，却是来不及多想为何云韵会跟这般势力有所交集，但也是迅速将此话牢记心头，身躯一跃，便是扑通一声落进了血潭内。随着萧炎一行人尽数进入血潭，火山口之中也是逐渐的变得平静下来，唯有着狂风依旧在疯狂的肆虐，刮着呜呜不休的狂风。冲进血潭之内，萧炎的第一感觉便是那浓郁的令人难以置信的精纯能量，碧绿色的斗气缭绕在其周身，将周围的血红色液体尽数隔绝而开。他并未吸收这里的能量，而是在略作停顿之后，直接对着血潭之底游荡而去。血潭之中的血红色液体颇为粘稠，就如同鲜血一般，视线在这里也是变得极短了起来，甚至连游动时都是感觉到一股不小的阻力。而且最令的萧炎感到惊愕的是，灵魂力量居然也是难以穿透这些血红色液体，那般感觉就犹如在森林中所遇见的那些诡异迷雾一般。不过虽说灵魂力量难以穿透血红色液体，但萧炎依旧是能够隐隐的感觉到，在他周围不远处有着什么东西在疯狂的吸收着血潭中的能量，显然应该便是凤青儿等人。萧炎身体略微停留了一下，略一迟疑，目光望向血潭之底，由于视线阻碍的缘故，所能望见的便只是那种幽幽的暗红之色，看上去倒是令人有种毛骨悚然的感觉。手掌一晃，那块暗金色的头骨出现在其手中，萧炎手掌微微紧握，旋即一咬牙，身形一动，直接是破开红色液体，迅速的对着血潭之底游去。随着离血潭之上越来越远，那红色液体之中所蕴含的能量也是越来越浓郁与精纯，但萧炎却是清楚，这个距离的红色能量之中已经被掺杂了上了极为浓郁的火毒。这种火毒并非是能量天生所携带，而是这座火山弥漫而出。这天山血潭应该便是这火山的中心点，也是火毒最为狂暴的地点。火毒这东西，萧炎当年在内院的天焚炼气塔中也见过，但这两者明显不是一个层次的。这天目山的火山不知道存在了多少年，那般累积的火毒自然是极为恐怖，不然的话不可能会将金石弄成这般模样。斗宗强者可并不脆弱。碧绿火焰缭绕在萧炎周身，恐怖的温度将附近的血红色能量尽数蒸发，而那些红色能量之中所蕴含的火毒也是被火焰给强行排开，根本就接触不了萧炎的身体。这般不断的下潜持续了约莫将近10分钟的时间，萧炎手中的暗金色头骨方才逐渐的变得炽热起来，许些光芒从中弥漫而出。见到头骨的反应，萧炎心头也是微微一喜，游荡的速度逐渐变缓，片刻后身体逐渐停止，目光火热的望着下方，那里的空间隐隐间有着许些扭曲的感觉，而那众多红色液体也是犹如遇见了无形的屏障般被分离而开。这里便是那空间捷径吗？望着那有些扭曲的空间，萧炎眼中也是掠过一抹凝重之色。他能够隐隐间感受到这东西的强悍程度，若是依靠他的能力想要进入其中，那困难度怕是不会低到哪里去。手中暗金色头骨抬起，然后轻轻地按在那无形的空间屏障之下，顿时头骨爆发出一阵璀璨强芒，而那空间捷径也是泛起了一圈圈涟漪，旋即一道可容一人通过的通道出现在了萧炎面前。见到这通道，萧炎脸庞上的凝重更深，将头骨收入那戒，深吸一口气，琉璃莲心火暴涌而出，然后将身体里里外外尽数包裹。做完这些防御，他这才稍稍放心，身形一动，谨慎地顺着通道游荡而进。身体刚刚通过通道，萧炎便是猛地感觉到周围一股强悍的压力陡然袭来，而其身体也是瞬间下沉了10几米，方才稳住。稳住身形，萧炎这才举目四望，这片被空间捷径封锁的区域并不大，不会超过10丈范围。这里的血红色能量的粘稠程度达到了一个相当恐怖的地步，甚至是手臂挥动间都是将会感到一股比上面强大了10倍不止的阻力。这里的粘稠血色液体之内掺杂着一种颇为浓郁的暗灰色光点，
这些光点之中隐隐散发着一种腥臭的燥热之味。每当这些灰色光点落在萧炎身体周围的碧绿火焰